我们今天来到了由奇美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埃及之王法老，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一一来介绍里面一些经典的展品，还有讲解一些埃及符号的意义，并且大概预览一下里面有展览的展品。这次展览总共分为7个部分，里面总共有展览280件珍贵文物，展品内容也非常丰富，像是乌里伦普塔木氏的祭堂墙面和神庙守门人亚赫摩斯的棺柩底座等展品。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展区，埃及法老的国度。这件文物属于古埃及中王国第12王朝的阿蒙涅姆赫特3世，他在位期间是埃及的黄金时代，艺术与建筑水准极高。此巨像原高约5公尺，出自布巴斯提斯神庙，其面容宽阔，双颊丰盈，原先眼窝镶有宝石，表情庄严沉静。为配合观众由下往上的仰望视角，雕刻细节特意强化，具备极强的戏剧张力。所在地布巴斯迪斯及著名的猫女神巴斯特之城，据史料记载，每年皆有数万信徒乘船沿尼罗河前来朝圣庆典，场面歌舞升平，反映了当时繁荣的宗教盛况。塞提2世为第19王朝法老，此雕像为刻画其向创造神阿蒙献上祭品，象征法老作为神旨奉献者与守护者的身份。他头戴假发与圣蛇守护，双手承捧鼎立供养头像的神宠，以此代表阿蒙神。雕塑比例略显夸张，肩膀宽阔，四肢修长，腿间刻有公牛尾巴以象征权力。王座两侧饰有代表上下埃及统一的莲花与莎草。此作配置独特，植物排列采倒置呈现，是古埃及现存最完整的法老雕塑之一。接着呢，我们来到第2单元，从神而来。这座黑花岗岩雕像刻画太阳神拉哈拉胡提端坐于基座，正面铭刻拉美西斯2世的王明框。拉美西斯2世在位近70年的伟大法老，兴建多座神庙以展现王权的神格化形象。拉哈拉胡提融合了太阳神拉与天空之神荷鲁斯，代表太阳运行与再生。他常与王明并列，象征法老既是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也是维持宇宙秩序的君主。这件调色盘纪念第1位统一上下埃及的王者纳尔迈的胜利，背面刻画国王戴着上埃及白冠，高举权杖准备击打俘虏，一旁的准蛇荷鲁斯正压制象征下埃及的莎草，正面则见国王换上代表下埃及的红冠，检阅敌军。中央2头神话巨兽脖子交缠，象征两地的结合与秩序。调色盘上方饰有牛头女神巴特，守护着塞拉赫王明框。此作确立了国王作为神之化身，是埃及王朝制度的历史起点。这件金属饰物巧妙结合象形文字，呈现王位名卡凯佩拉，中央圣甲虫托举太阳，立于象征山丘的符号上，底部衬以莎草花，整体寓意拉神以荣耀之姿显现，象征法老的王权与世界秩序永恒重生。这面砂岩石碑见证了埃及女王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传奇，
杯顶刻有展开双翅的太阳圆盘，象征荷鲁斯的守护，为消弭其统治记录。杯上原本刻有女王之名的王名框，在后世遭到人为刻意抹去，与右侧清晰可见的图特摩斯三世王名框形成强烈对比。这种抹除痕迹反而更加凸显了他在历史中曾存在的权力地位。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第3单元，身为大祭司的王。这2座奉献给托特神的粉细岩石方尖碑，刻有末代本土法老内克塔内布2世的名号，象征王权与神权结合。随后，埃及遭波斯政府征服，并于亚历山大击败波斯后进入希腊，化托勒米王朝。托特神则是智慧之神与神界书记官。塞赫迈特女神掌管战争与瘟疫，曾为太阳神拉屠杀叛徒。法老阿蒙霍特普3世制作730座雕像，安抚女神，以一座一战象征全年的每一天。在您眼前的正是其中的6座。宝座铭文展现法老与神明的连结，即便曾经修复，威严神圣的气势依然不减当年。这组青铜雕像包含国王级暴狼手、准手2位守护神，3者以单膝跪地、挥拳高举的姿势，象征迎接旭日或欢庆国王进入来世。雕像造型有力，原本可能镀金并镶嵌宝石，装饰于圣船上。2位神祇代表古代南北首都的灵魂，在庆典中守护法老，展现威严与神圣。古埃及在神庙开工前，会将斧头、锯子等模型埋入地基，祈求建筑长存。展品包含刻有图特摩斯3世与哈特谢普苏特的王名模型，反映出拉神侧向与献纳仪式中工程与宗教结合的守护意涵。
在第3区和第4区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区，总共有2种体验。第一个体验呢，是可以用附的平板或者是直接扫描网址，用自己的名字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网名框。而第2个互动游戏呢，则是用一个机器在纸上随机挑4个护身符，压出图案。它也告诉我们，在入口处还有护身符印章可以盖。如果想要知道护身符的意义，请继续观赏影片。第4单元王室。这座石灰岩雕像描绘将军霍朗赫布与妻子阿米尼亚，两者身着18王朝末期华丽裙褶与甲发。原本受损的双手残片于1976年在萨卡拉墓葬中寻获并正式衔接。此像见证了这位功勋将军在登位法老前致力改革、恢复传统宗教，为埃及繁荣奠定基础的辉煌时期。这组精美的彩釉陶砖出土于拉美西斯3世宫殿，原如拼图般镶嵌于墙面与柱体，是王权宣传的重要载体。壁砖生动描绘了浅肤色、头戴羽毛的利比亚俘虏，象征法老征服异族混乱，维护宇宙秩序。另一亮点为雷基特鸟凤头麦鸡，它高举双臂呈朝背状，栖息在代表全体的蓝子符号上，合意为法老的所有臣民，象征人民的崇敬与服从。这些图像透过公开展示，向大众传达法老对内统治臣民、对外镇压敌人的神圣威严。下一个区域来到了第5单元，统治埃及。这件中王国盛行的方块雕像刻画财务总管塞内福，他缩身如方块，双臂交叉于膝，正面刻有14行祈祷文，基座则有5行记载父母的铭文。此像由法老恩赐置于神庙，确保他死后能透过文字力量永享祭品与神明福泽。这组彩绘石灰岩浮雕来自官员乌里伦普塔的墓室祭堂，祭堂供家人与祭祀献祭送祷，意在维祭崇拜并确保亡者来世供养不绝。上方门楣铭文由右至左读作：王嗣于恩惠，阿努比斯赐予贡品，以及欧西里斯赐予平安。下方的装饰板描绘墓主与1000片面包与7种圣油钱与妻子对坐享用贡品，并标示其名字与头衔。墙面核心的甲门是灵魂往返通道，主要甲门刻有墓主雕像与记载96项食物油膏的贡品清单。次要甲门则供夫妻合用，内侧刻有妻子肯特考斯的肖像，两侧生动描绘夫妻接受禽肉、酒与金字塔形面包，且两侧妻子的坐姿各异。下方则记录仆人陆陆续续运送贡品以及宰杀牛只的情形。最后是儿女共同参与的盛大宴席，现场包含歌手、演奏家、舞者与鼓掌手的专业演出，确保墓主在来世永享欢乐与富足。这份沙草纸正面是字迹工整的解梦手册，
背面则是由苏利操读的卡迭什战役的诗歌。这份传承3代的家族文书，见证了拉美西斯2世的战争荣耀，并透过苏利奎恩赫尔克佩谢夫独特的笔迹与后人签名，展现古埃及家族对知识的珍贵守护。这座顶石来自底比斯的工匠村戴尔麦蒂纳，属于工匠霍尼福的墓室顶端，四面浮雕精美，分别刻有太阳船、圣甲虫以及霍尼福与妻儿敬拜诸神的场景，铭文祈求太阳神拉与诸神庇佑，象征亡者灵魂能像太阳一样每日升起，获得重生，并借此延续工匠世家的光荣。古埃及书隶凭读写能力传递政令，调色盘备有红黑墨水与祈祷铭文，磨石则公研磨或抛光书写表面。这组如公务总监贝内莫鲁特的工具，见证了这群文字守护者在古代的神圣地位。这件镂空金牌描绘国王向雅图母神献上香膏，象征身心纯洁与臣服。神祇手持安卡与力量权杖，国王则头戴圣蛇假发致敬。精湛的垂钓与焊接工艺，生动展现了古埃及的神圣秩序。这条腰带由保罗、鱼形及莲花坠饰组成，保罗象征生育，鱼形护身符祈求避难，而莲花与鹤神坠饰则代表永恒循环与长寿。这些珠宝不仅是当时男女老少的日常饰品，更是陪伴亡者于来世获得重生与神圣保护的重要符号。第6单元：埃及与世界。这件石碑描绘亚历山大大帝化身法老，向象征战神蒙都的布奇斯公牛献酒致敬。公牛代表战斗力量与太阳神性，生前由祭司细心照料，死后则制成木乃伊盛大安葬。这展现了亚历山大尊重古埃及宗教传统，并借由崇拜神灵化身，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枚硬币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诞生，正面是乌大维头像，强调他身为神圣之子的至高地位。背面刻着代表埃及的鳄鱼，
并标注埃及已被征服，纪念他终结托勒密王朝的胜利。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硬币不仅是交易媒介，更是最强大的政治宣传工具，向大众宣告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正式来临。这座石灰岩门框描绘将军霍朗赫布向太阳神祈祷，他身着华丽百褶服与军人裙摆，背后的羽扇象征身份为国王持杖者的权利，额头圣蛇则是他后来登基为法老的标记。门框虽曾碎裂，修复后仍能看见淡淡的彩绘痕迹。最后我们来到了第7个单元，永生。这座大型木雕出自19王朝开国法老拉美西斯一世的陵墓，象征国王的灵魂化身卡。神像由埃及本土无花果木准接而成，表面涂覆如沥青般的黑色物质，守卫着墓室入口。虽然面部与短裙已受损，但其左脚向前的威严姿态仍展现法老作为永恒守护的力量。冥界的永恒代班员纱布体统是死者在冥界的仆役，外形如木乃伊，并手持农具，负责代替主人耕种与服役。当神旨召唤时，他们会回应：“我在这里。”这种埃及葬仪传统也深远影响了努比亚，像是法老塔哈尔卡的墓中就摆放超过1000尊纱布体统，成排守护主人的来世生活。这座木质关基属于神庙守门人雅赫摩斯，表面绘有象征秩序的神职图像。最特别的是底部的神格化法老肖像，反映出他渴望在来世亲近往事，借此分享法老永生的成就。这种将国王视为神灵崇拜的传统，展现了古埃及人对伟大统治者的永恒敬意。最后的最后呢，请各位先不要走，我们要来介绍护身符的意义了。这个符号名为 Uraeus， 是象征古埃及王权与神圣权力的守护者，通常佩戴于法老额头，以抵御敌人并展现威严。接下来，这个符号名为马特羽毛，代表古埃及的核心价值、真理、
正义与秩序是冥界审判中衡量灵魂纯洁度与决定是否能获得永生的标准。紧接着来到名为 Jade 的符号，它象征着稳定、力量与永恒，被视为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代表支撑生命与复活的不朽之柱。4个符号，我们来到莲花，它因随太阳开合的特性被视为创造与重生的象征，代表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新生的希望。以下来到荷鲁斯之眼，它是天空之神力量的缩影，象征着完整、治愈与保护，能为拥有者带来健康并驱逐邪恶的力量。圣甲虫象征着重生、转变与太阳的永恒循环，代表生命从黑暗中诞生并不断更新的希望。最后的这个符号名为安卡，象征着生命与永恒，被视为开启永生之门的钥匙，代表神奇赐予世人的呼吸与新生。好了，各位观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展览的影片。这次展览虽然没有木乃伊，但是几乎每个展品都有介绍，有时间真的推荐可以去看一下哦。那假如我们有讲错的地方，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讲。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喜欢我影片的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